这次课开始讲心性如来藏。到了中期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出现了。在瑜伽行派内部其实一直是有两条思想路线的，一条是咱们之前印度佛教史讲的唯识学，还有一条就是如来藏思想。心性如来藏呢，就是由瑜伽行派的这些论师们发展起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弥勒菩萨和世亲菩萨。弥勒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辩论颂》等著作都是讨论真如佛性这些主题的。世亲菩萨的《佛性论》等著作进一步发展如来藏的学说。在根本唯识时期稍后传出的《楞伽经》《密严经》也是属于如来藏类的经典。第二阶段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从早期如来藏思想的以一切法共有之法性真如为如来藏，转而以唯心意义上的心性真如为如来藏。这是上次课画的那个图。在瑜伽行派的如来藏思想中，从唯心的视角关照一切，不仅依心安立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的根本是心，而且还依心安立无为法真如。大乘庄严经论称唯心意义上的真如为心性真如、心真如。不离心之真如，别有一心为依他想，说为自性清净。此中应知，说心真如名之为心，即说此心为自性清净，此心即是阿摩罗什。不能离开心真如而说八识以及世间诸法，就说世间诸法呀，都是依这个心真如而起的，依心真如才能有自性清净。这个心真如也叫自性清净心，它是一切诸法的本性。这个心也叫阿摩罗什。密严经说，心有八种，或复有九，与无明俱为世间因。世间悉是心，心法现，是心心法即以诸根，生灭流转为无明等之所变异，其根本心坚固不动。都说心有八种，就是八识啊，其实还有第九种。这第九种心就是心真如。这第九种心受无明扰动，生成世间诸法。世间诸法全都是心和心所有法的变现。这些心所有法诸身根在无明的影响下不停的生灭流转，但是根本心也就是心真如是坚固不动的。前八识动转变化，显现世间生灭流转之一切，而第九心为根本心，坚固不动，为一切现象法之根本所依。这个第九心就是心真如，也叫阿摩罗什、无垢识。将心真如收为根本心，以此成立心性如来藏。如来藏思想与唯心思想相结合，这就是如来藏思想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最大特点。所以咱们管第二阶段叫做心性如来藏。咱们重新画一下这个图。这个是心性如来藏的最简单的一个图，上面这个圈就代表根本心，以这个心真如为根本原因，生成世间万法。这个根本心呢，有很多名字，比如如来藏佛性、法界众生界如来界、空性法性心性、真我自性清净心法性心、第九识阿摩罗什无垢识、实际真如心真如等。名字虽然多，但无论以何名出现，皆是指无为恒一不生不灭之根本心。它与有为的有差别的可生可灭的现象法构成一个相对关系。相对于现象法，如来藏具有恒常不变性、逻辑在先性。它是现象法之本性，为现象法所依存之根本，或者叫根本所依，或者方便的称为本体。这是咱们简单的画了一个图，让大家从最总体上把握一下如来藏思想。下面咱们详细的讲一下心性如来藏思想的产生过程。咱们从中期大乘佛教的发展历史开始。我画了一个表，就是中期大乘佛教的发展历史。中期大乘的历史就是瑜伽行派的历史。瑜伽行派分两个阶段，弥勒无着世亲，这个是根本唯识时期。世亲之后就是体系化时期，这个印度佛教史都讲过。咱们一列一列的详细看一下。第一列是初级大乘佛教的后期叙述的一些大乘经，其中解深密经、阿毗达摩大乘经主要讲唯识思想。下面红色的都是如来藏思想的经典，
主要的有涅盘经、胜鬘经、如来藏经、央觉摩罗经、佛说不增不减经、大法鼓经、无上义经。然后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著作呀，大概可以分3个时期。早期主要是中边分别论颂，这个是真谛翻译的，叫这个名字。真谛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译经家，稍后会详细讲。除了真谛呢，玄奘法师也翻译了这本书，玄奘翻译的名字叫做《辩中边论颂》。然后还有一本《辩法法性论颂》，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颂。颂就类似诗歌，很工整的一句一句的。印度当时人写书啊，他是先写颂，就先把自己的思想用很精炼的语言先整个说一遍，然后再写论解释这个颂。弥勒菩萨的很多著作都是颂，具体解释这些颂的论文呢，都是后来世亲菩萨写的，这个稍后再说。接着说弥勒。弥勒菩萨中期有2部著作，大乘庄严经论颂、究竟一生宝性论颂。早中期这4本书呢，都是讲如来藏的。当然弥勒菩萨的著作呀，可能不只是这些，我是挑比较重要的列出来。然后弥勒菩萨后期出了一本《瑜伽师地论》，这个是讲唯识的。然后无着菩萨，无着菩萨早期写了一本《显扬圣教论》，这个是解释一切师地论的。后期有解深密经释论，这个是讲解深密经的。大乘阿毗达摩己论，这个是讲大乘阿毗达摩经的。然后摄大乘论，玄奘翻译的名字叫做摄大乘论本。无着菩萨的著作都是讲唯识的，无着菩萨貌似对如来藏思想就不是很接受。然后世亲菩萨，世亲早期有一本《十地经论》，是对《华严经》十地品做的注释，主要讲菩萨修行的阶位，把菩萨修行的过程大概分成10地。大家平时总听初地菩萨、8地菩萨的，就讲这些的。菩萨修行的阶位啊，咱们稍后再详细讲。十地经论在南北朝的时候被翻译到中国之后非常受重视，有一个学派叫做地论师，就专门研究十地经论的，这个稍后再说。然后世亲中期写了中边分别论，这个是具体解释弥勒菩萨的中边分别论颂的。玄奘法师啊也翻译了这个书，玄奘起名叫辩中边论。然后还有辩法法性论、大乘庄严经论、究竟一生宝性论，这仨也是解释弥勒菩萨的颂的。然后还有佛性论，标红字的这些都是讲如来藏的，然后下边的黑字都是讲唯识的。有摄大乘论释，这本书是解释无着菩萨的摄大乘论的，玄奘法师也翻译了，叫做摄大乘论世亲释。还有20唯识论、大乘白法明门论、五蕴论、大乘成业论。然后世亲晚期有一本30唯识论颂。世亲之后又续出了2本大乘经，楞伽经和密严经，这是讲如来藏的。印度的如来藏思想在楞伽经里边就基本定型了，楞伽经可以代表印度佛教如来藏思想发展的一个最终形态。然后是体系化唯识时期，就是世亲这些徒弟们的历史，有安慧、南陀、陈那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陈那这一支。因为陈那他在世亲唯识学的基础上引入了经部的代相说和自证说，开启了唯识学的新阶段。经部的代相说和自证说呀，咱们印度佛教史都讲过。代相说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外境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变现出来的，我们其实是接触不到真正的外境的，你看到的只是你自己内心所变现出来的相而已。比如咱们假设有一个独立于心灵的客观世界，你要看客观世界里的一个苹果，那你怎么看呢？你要先接收从苹果那里反射到你眼睛里的光线，然后由眼睛把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然后电信号通过神经传到你的视觉皮层，然后你的视觉皮层整合处理这个电信号，最后现出一个苹果的像。所以你看到的苹果跟外头那个苹果呀，实际是2个苹果，这就是代相说。陈那把代相说引进来之后呢，就发展出唯识学的见分相分的概念，这个印度佛教史都讲过，就不多说了。除了代相说呢，陈那还引入了自证说，就说你看到一个苹果，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看到一个苹果的呢？这个心是有自证能力的，自己能看到自己在干嘛，这就是自证。自证说引入唯识学之后呢，就发展出自证分和正自证分的概念。
陈那之后有无性护法戒贤，然后玄奘法师。陈那以后的唯识学咱们一般称为唯识金学，陈那以前的唯识学一般称作唯识古学。唯识古学是不讲见分、相分、自证分这些的。咱们讲印度佛教史的时候，我给大家讲的那个唯识学是玄奘法师传回来的唯识金学，那个是唯识学的最终形态。唯识古学与唯识金学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下次课再说。如果大家需要看我的全部视频，或者定制你感兴趣的视频，投放广告，报名成为学员，可以访问我的网站。先休息一下。